MacBook Neo 最低能夠到3000多塊，心動了嗎？別動，這個價位你還能夠買到二手的 M1， 不僅是 16GB 內存，還是經典的新型 MacBook Pro， 甚至還帶了絕版的 Touch Bar， 這不比8+256的 Neo 香。這兩台就是最便宜，也是新手買 MacBook 最糾結的兩款，所以這期我們就把什麼性能、內存、接口、屏幕、顏值、鍵盤等等一次性全部講清楚。第一回合，性能大家最擔心的就是 Neo 用了 iPhone 的芯片，性能會不會拉垮？這個大家放心，它還不如 iPhone。在 Neo 和 iPhone 上同樣都是 A18 Pro 芯片，兩者在大小尺寸上基本一致，但是 Neo 的 GPU 少一核大概率是生產的次品，或者是故意給你鎖一核，不愧是傳奇供應鏈廚師的頂級刀法。好，我們直接上賽博朋克2077。我本來以為 Neo 就是個10幾幀的水平，結果竟然能到20幀。分辨率降一降，能到30幀，再開個 FSR， 甚至能有50幀，那 M1 豈不是 S 了？測完發現，總體比 Neo 多一個10幀的樣子，基本是同一水準。說實話 ，Neo 的這個水平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我們再來看一下跑分，果然 GPU 的分數 M1 是比 Neo 要高一些的，但是無論是 CPU 的單核還是多核 ，Neo 都是要更強的。這個跑分差距放到實際體驗裡邊，可以說是毫無區別。單核軟件打開速度幾乎一樣，多核導出一段10分鐘的 4K 視頻，也就差10幾秒。等會兒剛不是說遊戲差了10幀左右嗎？不是挺大的嗎？仔細看這個數據，最大幀率差別不大，但是最小幀率就拉開差距了。這個鍋性能不背，主要元兇還是 8GB 內存。那麼就到了我們的第二回合，還是性能。因為 Neo 只有 8GB 內存，所以它在處理大型遊戲或者軟件的時候，上限可以，但下限不穩定，俗稱就是卡 8G 到底夠不夠用，可以說是一個世紀未解之謎。又到了經典的蘋果的 8GB 等於 Windows 的 16GB 環節，這個我之前是試過的，蘋果的虛擬內存機制做的確實是好， 8GB 滿了能夠接硬盤的 256GB 用，但是說實話沒有被殺掉後台不代表它不卡，只能說是勉強能用，量化一下。我根據自己多年經驗和測試做了一個表格， 8GB 和 16GB 在不同應用場景下的差距大概是這樣的，大家可以暫停慢慢看，它確實能打遊戲，甚至剪 4K 視頻，剛開始跟幾萬的 Mac 也沒有啥區別，但是它會在你最關鍵時刻給你掉鏈子，比如說剪視頻剪到最後了，把字幕加上，再來幾個特效。100%會卡，會出現彩虹圈。這麼說吧，但凡你想要靠這台電腦賺錢，注意不是能，而是想，那麼就最好選 16GB 的電腦，不然 8G 只會影響你賺錢的速度和心情。所以我覺得 Neo 真的就像是進階的 iPad， 很少人買 iPad 是抱着生產力工具去的。iPad 能做好的學習娛樂， Neo 只會更好更方便。至於續航，那是 Mac 的強項了。 Neo 很強，但是它標稱的16個小時視頻播放是目前 M 系列裡邊最弱的一個。我才用了好多年的老 Pro 會稍微好一點點。除了性能， Neo 大家最糾結的點就是閹割。聊到這個我可就不困了，這完全就是 Neo 的主場。首先閹割不是問題，咱也不是說只花了自行車的錢卻沒有體驗到勞斯萊斯的駕駛感受而心痛，對吧？但是這個價位本該有你卻沒有，或者強行拉開差距去屏蔽的功能，那就很難受了。首先是接口，看着都是2個 C 口，但是沒有雷電，沒有 MagSafe， 一個 USB 3， 一個 USB 2，什麼概念？一台蘋果的筆記本竟然因為接口速度而不支持蘋果的顯示器，甚至連 iPad 都可以，它不行。不過話說回來， iPad 的價格確實比 Neo 貴，可以理解。為啥說 Neo 不適合嚴肅辦公？首先辦公最重要的是什麼？性能、硬盤、速度。我覺得是連一個大屏顯示器，然後 256GB 肯定不夠吧。Final Cut 剪輯的機制，甚至 1TB 都捉襟見肘，得再接個硬盤吧。這個時候就中招了，不能夠兩全，顯示器和硬盤只能保一個。Neo 的問題不是接口性能不行，是有一個口拉垮了，確實有點強行閹割的意思。好在 USB 3這個口雖然不如雷電，但是接 T7 這種固態剪輯速度是完全夠的。然後就是經典的 8+256 的後半邊 256GB 的存儲，對於日常辦公不算大問題，但是關鍵是它降速了，只有1600兆每秒，只有 M1 256GB 的一半， M1 Pro 的1/4， M1 Max 的1/10。不過我用下來覺得問題不大，咱們都用 Neo 了。本來就 256GB 哪來那麼多數據要導入的，其他影響更是微乎其微。只是這裡邊比較搞笑的是，之前 M1 時代2個 128GB 組成 256GB 速度還挺快的，但是現在 128GB 的顆粒不生產了，只能夠用單條 256GB， 速度就降下來了。如果 128GB 還生產，那 Neo 估計就是8+128起步了。Only Apple can do。下一個，鍵盤沒有背光，對我0個影響。買 Neo 以大學以下學生為主，正好督促大家早睡早起。不過 Touch ID 只有 Y12GB 才給，怎麼說呢？每次輸入密碼確實難受。但是Neo這個產品，只要你稍微加一點點錢，總會有更好的選擇。所以
開機多背幾次自己的生日和 QQ 號問題不大。第4回合，蘋果的底線顏值。蘋果最不會閹割的地方就是做工、質感和顯示效果，這倆絕對就是祖宗之法，不可變，基本上都要比同價位的產品高好幾檔。但是 Neo 的屏幕和顏值依然是有一些小閹割的。把這兩台機器放在一起 ，MacBook Neo 就像是剛進大學的學妹。主打一個多巴胺穿搭，柑橘色、胭脂粉，哪怕是我這個藍色，也是配了一個淡藍色的鍵盤，很精緻，一切都很好。但是 logo 沒有高光，完全不如 Pro。哎，你看啊，把這個 logo 轉一下，這不就是妥妥的 iPad 嗎？再看二手 MacBook Pro， 不得不說，老 Pro 那也是 Pro 深空灰的金屬質感，經典的新型設計。我覺得這個設計比現在這種笨笨的圓弧要高級得多。質感和設計毫無疑問是老 Pro 贏，但是顏值嘛，第一眼吸引力還是 Neo 更好。打開屏幕，沒有了12000的劉海屏，這倆竟然能夠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都是500尼特。sRGB 和 P3 色域的區別，我覺得一般人看不出來，顏色都很棒。原彩顯示，但凡搞創作的根本不可能開，所以這倆 Neo 有沒有其實也沒啥區別。但是我用了一會兒就發現不對勁了，你這個滑動的果凍屏跟 iPad mini 如出一轍，明顯能夠看到上下扭曲，你覺得能接受嗎？屏幕這塊可以說是老 Pro 贏得明顯，如果不服還可以寄出我的第2塊絕版的 Touch Bar， 先不管難不難用吧，你就說科不科技。總結，我對 MacBook Neo 的態度，在它發布的第一天就已經說過了。起步價4599，約合668美元，不必在意。過段時間補貼後，肯定能夠到3000檔，約合436美元。2年後1999，約合290美元，不是夢。我當時說的3000檔是3999，約合581美元，就已經值得買了。沒有想到的是，蘋果作為國補加油優惠的經驗執行者，沒幾天就達到了不到3500，約合508美元，甚至現在整個以舊換新的騷操作還能夠到2400，約合349美元。看到 Neo 的價格一步一步降低，這個邊框怎麼越來越細，性能怎麼越來越強，接口速度也快了，屏幕也變亮了。當然這條動態還有一些觀點沒有說，留到現在的我覺得 Neo 真的特別適合小孩。你願意給一個小孩 iPad 還是一個手機，一台筆記本？我覺得是筆記本，對吧？電腦也能玩，但是學會用電腦是有門檻的，是真的能夠學到東西的。用手機和 iPad 學習的難度，堪比給狗一塊和牛都不讓它吃。而且 Neo 能完美解決 iPad 能夠玩手遊， Windows 能夠玩網遊的痛點。如果一個小孩能夠成功在 Mac 上折騰着玩遊戲，我覺得這台電腦給他也值了。好了，這期就到這裡。如果大家覺得做得還不錯的話，一定要多多給我評論、點讚、轉發、收藏。我們下期再見。